感觉很像在大峡谷哎。每一个墓的深度都不一样。如果是比较深的墓的话，就代表这个法老他统治埃及的时间比较久。好，那怎么办？你有钱吗？5块钱。网红哎，网红！现在要在尼罗河上面坐帆船。对，感觉很像，真的是我们是小人，然后走到大人国的感觉。好大哦！到了晚上，整个变成是金黄色的，好漂亮哦。Sing, won't you sing with me? Leave everything for me. Stay the night. 早安，今天是邮轮之旅的第2天，应该说我们已经睡了2天邮轮了。然后这一天呢、其实蛮特别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团又分成2个梯次。如果你有报名参加帝王谷的热气球的话，你今天就要大概4点半就要出门，然后就可以去帝王谷坐热气球。然后它是自费的行程，一个人是180块美金。看到我站在这边，就代表我们是另外一批就是没有坐热气球的人。那为什么没有坐热气球呢？因为我们在土耳其已经坐过了，因为没有坐的关系，我们反而可以在船上看到热气球升起飞跟降落的一个画面，这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个体验。所以要不要坐热气球，就看你怕不怕高，然后觉得划不划算咯。我们现在来到今天的第1个行程是帝王谷，好热哦！今天会参观就是尼罗河的西岸这边。感觉很像在大峡谷哎。这么快？帝王谷。哇，感觉真的是一个峡谷的感觉。帝王谷是位于埃及的一个山谷，而让古埃及及新王国时期18到20王朝的法老和贵族的文明。它位于现今卢克索对面的尼罗河西岸，位于底比斯墓地的中心地带，由2个山谷组成，东谷和西谷。我们现在要进去看第1个帝王谷要进去的墓穴。东谷为大部分皇家墓林所在的地方。随着2005年发现1个新墓室和2008年发现另外2个墓穴入口，帝王谷已知有63座墓葬和墓室。它是埃及新王国主要王室成员以及一些特权贵族的主要墓地。刚刚导游有介绍啊，每一个墓的深度都不一样。如果是比较深的墓的话，就代表这个法老他统治埃及的时间比较久。然后这个蛮深的耶，我在走进去之前会遇到3个地方。第1跟第2个地方会是放他生前，然后在皇宫里面用的东西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前面就是那个墓了。上面这个啊是很有名的，就是象征白天跟黑夜。这个花是我们之前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看到的，它就是一个手，然后跟一个脚把它抱起来，然后这边是有2个。我们看到这边有2个头。天空女神努特，以星辰遮身的女子为其形象，通常身体会卷曲成一团，象征苍穹的弧度。努特同时也是亡灵守护神，常被画在墓室的屋顶或石棺的顶部。埃及人相信法老死后会进入他的体内，然后再像太阳神一样重生。超级壮观的！你有专心在看壁画，还是你都在拍照？我们现在要去拉美西斯9世的墓，然后刚刚那个已经很漂亮了，结果
他说现在这个会更漂亮。超级壮观的墓，老鹰、太阳。始于图特摩斯一世时期，终于拉美西斯10世或11世时期。皇家墓陵装饰着埃及神话中的场景，并提供有关该时期信仰和丧葬习俗的线索。这只老鹰超级精致的，可以看得到细节的纹路都在。你看蛇，我知道它还有蝉。所以这个 Red Smith 3世他应该统治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真的很长，走到现在拐了一个弯，然后还继续再往下面走。自18世纪末以来，帝王谷地区一直是考古和埃及学探索的重点，其墓葬和规模继续激发着考古学家对此的研究和兴趣。自1920年代以来，该山谷以发现图坦卡门之墓而闻名，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考古遗址之一。逛完帝王谷的3个墓，我们现在要往下一个行程走了。我觉得真的，如果你是喜欢埃及的历史跟文化的话，跟团真的是不够，来不及，时间绝对来不及。你进去一个墓的时间可能只有不到10分钟吧，只能走马看花的走进去，然后再走出来。你想要认真的看每一幅画，甚至是你想要找到导游刚刚介绍的那幅画，其实都是会有难度的。哈斯普苏在古埃及语的意思为最高贵的女士，她是第18王朝法老，也是古埃及第2位可考的女性法老。图特摩斯3世即位之后，因为是个婴儿，故由哈斯普苏作为监护人。哈斯普苏在继承年幼时掌握国政，并宣布自己为法老。为了强调执政的合法性，他宣称自己是阿蒙神之女。也因为这样，哈斯普苏宣称他的统治不需要经由图特摩斯2世的婚姻，因为他就是尊贵的阿蒙神之女。这也影响到他至今所保留下来的雕刻都是以男性的形象出现。哈斯普苏执掌国政期间，停止对外战争，使得埃及得以开启与叙利亚、巴勒斯坦以及邻国的商贸。埃及也在他执政年间变得十分富庶繁华。哈斯普苏继而利用财富大规模建筑神庙。他在位21年后去世，叙利亚及巴勒斯坦宣布独立。此后，图特摩斯3世独自治国。为了消灭哈斯普苏治国的痕迹，下令将许多刻上他的名字和形象的雕刻移去。可是我没有钱的。那你有钱吗？你有1块钱吗？啊，怎么办？你有钱？5块钱。Thank you。那你给他。网红哎，网红！你在埃及找到网红的事业了。妹妹最喜欢的景点应该是这里了，因为她在这里一直被当明星，然后很多人找她拍照，超好笑的。啊，我们这个景点是停超快的。
大概只有20分钟的自由时间，所以你光是走上去再走下来又没有了。所以我真的觉得啊，如果你是很期待跟团，然后可以看到埃及的这些文物或者是文化的话，还是自己来比较好。你在埃及每一个景点出来都是一样的小摊贩，然后大家都会说弯刀了，弯刀了。然后实际上，你如果真的要去看上一个东西，然后你去问他价钱的时候，其实就不是弯刀了。但是我们在帝王谷的最后一个行程叫什么去了？曼农神像。哎呀，有仔细听哎。曼农神像是古埃及第18王朝法老阿蒙霍特普3世的2座巨大石像，巨像上的许多铭文都提到了希腊神话中的国王曼农，以至于当时人们错误地认为这座巨像的原型就是他。Sing, won't you sing with me? 你现在要在尼罗河上面坐帆船。Oh, miss your flight. 出航，气船要拉我们出去，你看。Let's hang out. 没有风，所以要哇！哦！很重哎！太。卡尔纳克神庙，这里占地腹地超广的。卡纳克神庙是底比斯最古老的神庙，在尼罗河东岸的卢克水。该神庙经过很长的时间陆续建造起来，而砖墙隔成3部分，其中中间的部分保存得最完整，也是面积最大的一个部分，占地约有30公顷，也是献给太阳神阿蒙的。左侧的是献给蒙都神，该神为准头人身，占地2.5公顷。另一个是献给阿蒙神的妻子，形象为秃鹫的母特女神。导游说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有超级多柱子的地方。先说在这边感觉好像到了大人国一样，就是人都变得好小了，所有的柱子啊、雕像啊，全部都超级巨大的，感觉很像真的是我们是小人，然后走到大人国的感觉。里面每一根柱子都超级大、超级粗的这个柱子。那昨天说最喜欢的那个，今天又变成是这个最喜欢的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！卡纳克神庙因其浩大的规模而扬名世界，它是地球上最大的用柱子支撑的寺庙。卡纳克神殿的大柱厅约5000多平方米，厅内竖有134颗石柱，分16行排列，中央2排特别粗大，每根高达21米，直径5.4米，可容纳100个人在上面站立。柱头为开放的紫砂草花，整座大厅用如此密集的粗柱，创造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。殿内石柱有如原始森林，仅以中部和2旁屋面高差，形成高侧窗采光。被梁柱和柱头分去一半后，光线渐次阴暗，形成了法老所需要的神秘压抑的气氛。这些巨大的形象震撼人心，精神在物质的重量下感到压抑，
而这些压抑之感正是崇拜的起始点，这也就是卡纳克阿蒙神庙艺术构思的基点。我觉得这个摆柱群真的很厉害，是随便拍随便美啊！你看，走在柱子中间的感觉，哇，好大哦！里面真的超大的，你看我可以这样一直跑，啊，哇，超开心！这里的柱子很美耶。刚导游介绍说，这边有一个幸运的石头，如果在这里绕7圈的话，心中的愿望就会实现。是这个，开始绕。7圈了，转7次。在这里工作的 security， 他会知道一些特别好的拍照的角度，然后他就会说 come， 来这里拍。大家好心好像是告诉你哪里可以拍，可是实际上拍完以后，你就是要给他小费。可是有一点困扰是，假设我可以知道他想要多少小费，然后我可以衡量说我要不要拍这个景点的话，我觉得很 OK。但是比较恐怖的就是，比如说之前帮我们拍，我们可能一个人给他1块钱美金，然后就 OK。可是有的人的话就不 OK， 他的手断掉了。哎，对，等一下还要再去一个更小的神殿，这个是比较大的。我们又到了今天的第2个神庙，那每一个神庙看起来都很夸张哎，这个神庙也是很漂亮哎。路克索神庙位于埃及路克索的尼罗河东岸，继古埃及及新王国时期的首都底比斯，大约建于公元前14世纪。通过神庙中重新被使用的建材，可以推出埃及第12任王朝这里就已经有了一座神庙。法老图特摩斯3世在这里建造了新神庙的第1个部分，后续又经历了阿蒙霍特普3世、拉美西斯2世和亚历山大大帝，才逐渐变成今日的宏大模样。到了晚上，整个变成是金黄色的，好漂亮哦！你们看后面，然后还有夕阳哎，超美！我真的觉得希腊每一个神庙看起来都不一样啊，跟大家说什么看到腻，完全不会看到腻，我觉得超美的。
for me. Stay the night. Oh, miss your flight. Walk through the rain with me. Get soaked to the skin, feel free. Shut